们已经讲了仁波切、堪布、上师和喇嘛，现在说说活佛。实际上，活佛本来指的是转世的修行人。活佛这个词啊，并不是藏传佛教里正式的称呼，这是中原汉地的一个有误解的称呼。这个称呼啊，最早出现在明朝的正德10年。史书上说，正德10年，上用内陈言，乌斯藏僧有谓活佛者。乌斯藏是元朝和明朝对西藏的称呼说乌斯藏有称为活佛的僧人，能知三生及未来世。正德皇帝呢，就是明朝第10位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听闻之后欣然欲见之，于是遣宦官刘允前往迎请。这就是活佛这个称谓最早的出处。那为什么中原汉地会出现活佛这样的称呼呢？这其实源于我们对佛认知的偏差。佛指的是觉悟的人，是证悟了无上正等正觉的人。佛他仍然是人，他不是神。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佛教其实是无神论的宗教体系从佛法的根本立场来看，佛无形无相，就是说佛是不会以一个实体的形象存在的。那有人就问了，那你说佛没有实体的形象，寺庙里供奉的佛像那是怎么回事呢？我刚才说了，佛指的是觉悟的人，佛像并不是佛。不管是泥塑的、石雕的还是金属的佛像，它就只是一个塑像。庙里供奉佛像它并不是因为佛需要形象，它是为了度众生的方便必须借助可见的、可感的塑像，让众生升起敬畏心和修行心。可以说，佛像是佛的象征，而不是佛本身。正如《金刚经》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真正的修行不是执着于佛像的形象，而是借佛像这一方便，回归到对自性觉悟的体认。但是我们老百姓认为佛像就是佛，还会把佛和神划等号。在我们大众的认知里，佛就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如果我们见到一位僧人显现出某一种的神通，你就会觉得这不就是活在人间的佛吗？所以就会有活佛这样的称呼。比方说南宋的道济和尚，就是我们说的济公因为他老人家经常显现出这种神通老百姓都叫他济公活佛。但是在藏传佛教里不用活佛这样的称谓，是用诸古。诸古的意思就是化身就是法身、报身、化身三身中的化身。法身它是无形无相的，看不见摸不到，说白了法身就是佛我们修行所追求的开悟就是开悟法身。报身时隐时现，在大乘佛法的描述中报身就是佛陀所显现的庄严的形象。佛陀的报身具足32种德相、80种好相佛陀讲法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毫光万丈，照耀三界的场景，周围有很多的菩萨围绕着他这就是佛陀的报身在为菩萨说法凡夫是看不到报身的我们寺庙里这个看到的这个佛像就是按照佛菩萨们看到的佛陀报身的样子来塑造的。化身它是随机显现的，比方说，如果你修持准提菩萨修出了感应，你和准提菩萨大愿相应了，这个时候你就是准提菩萨的化身观世音菩萨是慈悲的化身。当你发起大慈大悲之心，真实的去帮助了许多人，在这个因缘和状态中你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也就是说，当你的行为思想境界和哪一位佛菩萨相应了，
你就是那位佛菩萨的化身。正因为如此，在藏区你会看到很多活佛啊，这个活佛是地藏王菩萨的化身，那个活佛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你就会疑惑，哎，怎么这么多菩萨的化身啊？化身并不是说这个人就是那位佛菩萨本身，而是指他的智慧、行为和境界和佛菩萨相应了。啊，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他升起强烈的嗔恨心，甚至杀害他人，这个时候他就是恶鬼的化身。啊，这我就把化身，什么叫化身讲清楚了。所以把转世的修行人理解成活在人间的佛，很容易误导人。这一点，乾隆帝啊也明确提出过疑问。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喇嘛说》，这篇文章刻在石碑上，现在就在北京的雍和宫。啊，乾隆在文章里就发出疑问，他说：“佛本无生，岂有转世？”这句话意思是什么？佛已经超越了生死轮回了，是不生不灭的。佛没有生死，怎么会有转世呢？看到了吧？乾隆帝对佛法是很有研究的啊。我们刚才讲了，所谓的活佛，他是转世的修行人。转世的修行人不一定开悟了，但由于他具有某种的神通，或者具有强烈的清晰的愿力，那他就会选择继续转世来修行，继续来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啊，他是佛菩萨的化身。诸古这个词就是化身的意思，是对活佛这一现象最正统、最准确的称谓。当然了，活佛这个说法已经在汉地流传了500多年了，啊，早已经深入人心了。现在啊，只要我们知道这个称谓真正指的是什么，理解这个名词背后的含义就好了。啊，不要去执着于以后我究竟该用活佛这个称谓啊，还是要用诸古这个称谓啊？啊，没必要。那么活佛这一转世的现象啊，在藏地是如何出现的呢？啊，这就提到了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都松钦巴15岁出家，他是位非常杰出的佛学家，他创建了噶举派，啊，主持修建了噶举派的祖庭楚布寺。南宋的绍熙4年，公元1193年11月，都松钦巴圆寂。在圆寂之前，他明确地预言了自己将会转世再来，啊，把一封有转世详细信息的信函啊，交给了自己的弟子，叫卓贡惹谦，啊，嘱托他把法脉传给自己的转世。卓贡惹谦啊，他没有等到师傅的转世，他就把这封信呢和佛法传承交给了自己的弟子崩扎巴。再后来，有一位11岁的少年噶玛巴西外出求学，就在这个时候，崩扎巴感应到了这个孩子，他找到噶玛巴西，问他：“小朋友，你从哪儿来的？”噶玛巴西回答说：“我来自藏东，我要去卫藏。”崩扎巴对他说：“你应该就是我的徒弟，你什么地方都不要去了，留下来跟着我吧。”就这样，崩扎巴成为了噶玛巴西的上师。噶玛巴西自幼聪慧，6岁开始识字，10岁就已经博览佛教经论了。崩扎巴给他教授噶举派的经典和秘法，噶玛巴西迅速就能领会。崩扎巴然后依据都松钦巴留下来的预言信，逐条进行核对，最终确认噶玛巴西完全符合信中所描述的转世的征兆。啊，因此崩扎巴认定噶玛巴西就是都松钦巴的转世。随后，他就把全部的教法和传承都授予了噶玛巴西，完成了法统的传递。到了公元1247年，南宋淳佑7年，在楚布寺，噶玛巴西被所有人公认为都松钦巴的转世，成为西藏历史上第一位转世的修行人，第一位诸古，也就是我们说的活佛。这标志着活佛转世制度正式创立。后来噶玛巴西在圆寂之前，同样明确指示弟子寻找自己的转世，转世制度从此得到稳固，延续下来了。
噶玛巴西追认都松秦巴为第一世噶玛巴，啊噶玛巴西则为第二世的噶玛巴，形成了这个连续的法统世系。噶玛巴是什么意思啊？藏语的意思是践行佛陀利益众生事业的尊者。长久以来，噶玛巴被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象征着无尽的智慧和慈悲。根据预言，噶玛巴将转世21次，现在是第17次。在此之后将成为弥勒佛之后第6佛狮子吼佛。这一转世制度后来被藏传佛教的其他各大教派格鲁派、萨迦派、宁玛派等等的借鉴和采用，逐渐发展成为藏传佛教最核心、最具特色的传承制度之一。第二世噶玛巴，噶玛巴西，他在1283年圆寂。在圆寂之前，噶玛巴西告诉自己的弟子乌金巴，在他圆寂之后，一定会出现一位戴黑帽的继承者。随后，噶玛巴西就往生去了兜率天。兜率天呢，是弥勒佛为诸天众生宣说佛法的地方就是给天人宣说佛法的地方。虚云老和尚在入定的时候也曾到过兜率天。噶玛巴西往生到兜率天之后突然开始强烈的思念自己的弟子们。他想到自己圆寂之后，弟子们必然悲痛不已，对弟子怜悯这种怜悯之心使他内心难以平静。此时，他升起了一个念头，想要重新回到世间，继续教化众生，继续引导自己的弟子。这个念头就叫愿力于是他决定采取夺舍法。夺舍法就是让自己的灵魂进入另一个人的身体之中。在汉地的道家也存在夺舍法，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铁拐李。铁拐李在成道之前，他叫李玄长得仪表堂堂。有一天，李玄跟徒弟说，太上老君约他去参加华山的神仙聚会自己将元神出窍前往赴会。如果7天之内元神没有返回，就让徒弟把他的肉身烧了。说完之后，李玄元神出窍，飘然而去。到了第6天，徒弟家里人突然前来通知徒弟，说他母亲病重，让他赶紧回家。此时师傅的元神尚未归来，徒弟进退两难一边是师傅，一边是母亲，哪一边都没办法放下，怎么办呢？等到了第7天中午，徒弟实在等不下去了，就匆忙把李玄的肉身焚化了，然后赶回家去。下午，李玄的元神返回，发现自己的肉身已经不存在了。无奈，他在河边看到了一具瘸腿乞丐的尸体，只好让自己的元神先进入这具尸体之中。这就是夺舍就是灵魂离开原本的肉体，进入另一个肉体之中。李玄起身之后，不喜欢自己从仪表堂堂变成这样一个瘸子，又想离开。就在这个时候，太上老君忽然现身，对他说，修道修的是心，而不是外表，只要功德圆满，就是真仙。随后，太上老君赐给李玄3件法宝金箍、铁拐和葫芦。从此呢，铁拐李金箍束发，拄着铁拐，背着葫芦，游历人间，济世救人。那有人就问，那为什么元神7天没回来，肉身要烧掉呢？不烧那不就是没这些麻烦事了吗？因为肉身它就像一间房子，是元神居住的地方。道家修炼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修炼肉身。这个时候，李玄的肉身已经修炼成汇聚天地精华的仙体了。一旦元神长时间的离开，肉身就成了无主的房子，就有可能成为邪魔给予的目标。为了防止邪魔夺舍，为祸人间，焚化肉身是在物理层面上彻底的消除风险，那也就保护了自身的道果
李学呢就被迫夺舍乞丐之身啊，实际上也是太上老君点化他必须进入一具丑陋跛脚卑微的躯壳，完成最后的蜕变和升华。所以焚化肉身是让李玄从有形迈向无形，从凡体蜕变仙体的一个宗教仪式道家讲和光同尘，大智若愚，真正的仙人不在外表，而在超凡的境界。在这一点上，道家佛家相通的。格玛巴西他老人家呢，他在兜率天升起了想继续回来，继续教化众生，继续引导弟子的这个愿力。就在这个时候，拉萨的西北方向的有一个堆龙把仓村一个村庄，有一对夫妇，他们13岁的儿子刚刚去世。格玛巴西看到祭祀升起的烟就赶到这个地方，让自己的灵魂进入了这个13岁孩子的身体。于是，刚死去的孩子突然睁开了眼睛。这对夫妇原本是悲痛欲绝，但当他们看到已经死去的孩子突然睁眼，内心立刻充满了恐惧。慌乱之中，他们抓起一把烟灰，撒进了孩子的眼睛里，用针刺瞎了孩子的双眼。这一举动严重影响了噶玛巴西的转世。无奈之下，噶玛巴西只好离开这个孩子的身体，另外寻找别的方法转世，直到遇到了一位怀孕的妇女，进入了胎儿的身体里。这就是第3世噶玛巴让炯多吉。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曾在梦中梦见噶玛巴就是观世音菩萨。梦醒之后，朱棣深信不疑就写下亲笔信，邀请噶玛巴前来中原。这个时候呢，已经是第5世噶玛巴，23岁的德音邪巴。在永乐4年，他从藏地启程来到了南京。这个时候朱棣还没迁都北京呢，他还在南京呢。噶玛巴到达南京以后朱棣亲自在城门口迎接，随后在南京的灵谷寺、山西的五台山设立大型法会，为明成祖朱棣的父母就是朱元璋夫妇举行盛大的建福法会。法会期间出现了很多的奇异的祥瑞明成祖让宫廷画师把法会和种种的祥瑞景象绘制在丝绢上命人分别用汉文、察合台文、回鹘文、藏文，还有回鹘体的蒙古文5种文字加以记载，最终形成了一幅长达50米的巨幅长卷这幅长卷名为《噶玛巴为明太祖建福图》，现在就珍藏在西藏的博物馆。法会结束以后，明成祖朱棣正式的册封第5世噶玛巴为大宝法王。这个封号的全称是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会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同时颁赐金册和玉印，后世册封活佛都是金册金印当时还是金册和玉印。大宝法王这一称号由此确立。从此以后，历代的噶玛巴都承袭大宝法王的称号，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第17世大宝法王他叫噶玛巴乌金赤烈多杰。明成祖朱棣在5世大宝法王主持了一场法会中，看见在德音邪巴头顶上方有一顶由10万位空行母的头发织成的黑色金刚宝冠在空中盘旋朱棣就随即命工匠按照自己见到的样子制作了一顶黑色的金刚宝冠，赐给了第5世的大宝法王。从此，这顶黑色的金刚宝冠就成为大宝法王的传承象征。从第2世噶玛巴西开始，逐渐形成了严谨的转世制度这套制度必须经过前世留下预言、寻访灵童、圣物辨认、高僧认定
等等的宗教仪轨，一直传承到了今天的第17世大爆发王。